工钱3200块。有了这份工钱，我就是无所不能的。终于有了月薪的我，现在有3个梦想：要结婚、买房、躺平，坐等成为百万富翁。臭他妈的！我说了这么多，你们也不知道我是谁 ，right？ 我是 Fortune 金福春，今年23岁，刚工作了1个月。现在的我有很多梦想，但是有了这份薪水，我的梦却很快不是梦了，很快就会实现了。今天要请教我们的专家们，看他们可不可以 validate 一下我的心情，是不是我什么目标呢都能实现？你觉得我的目标我能够达成吗？先来说说你的消费吧。OK， 我们先来算一算你现在就是1个月大概花多少钱？因为主要你要知道能不能够把钱存起来，要先知道说你1个月花多少钱。你1个月现在赚多少钱啊3200块。这个是扣了 CPF 还跟那个？扣完是2500块。扣完剩2500 ，OK。你跟我说一说，你1个月大概你的开销是什么 OK， 这张是 food， 800块。你800块你吃什么？不过很好，你不胖。Transportation 花了400。哇，你是到处都 take Grab 的吗？跟玛丽去约会啊，出去 OK 看电影。OK，看电影400块，给爸爸妈妈家用300块。真是一个孝女。 OK， 还要还学生贷款。这个没有办法，欠了钱就要还钱。我们每个人的那个收入扣除了，比如说 CPF 个人所得税之后呢，主要呢是应该这样子分配，58%呢是花在所需要的那个花费上面，比如说 transport food 没办法，那种一定要花。然后呢，大概38%呢，就是有时候呢可以indulge自己一点点啦，享受一下。然后呢，最后28%主要呢是用来做 savings。不过，如果你以你现在的那个状况来看的话，以你的现在的分配方法，那个有28%吗？太少了。Oh no！ 以你的目标来说，2年后要结婚。以结婚来说，其实花费嘛，至少都要折40-50千。然后，如果你看你5年后要买房子，以现在的房子的那个售价来看，一个400-500千的那个，你除了能够以28%的 CPF 来还你的down payment，你还需要有5%来支付你的那个 cash deposit。Oh my god！还首付的时候，只有银行贷款需要支付5%的现金。HDB 贷款便可以全部用 CPF 偿还。这样算起来，你觉得我每个月其实真的要存多少钱？对，所以比如说你5年后你要买的那个房子大概500千，然后以down payment来说，我们需要25千，然后呢再加上你可能到时你需要做一些装修嘛，基本的装修我看也大概省30千左右。也就是说，5年后其实你至少要有55千的那个 savings。你想想看，你现在1个月就储蓄200块，1年也就2400，你要几年才能达到5万块啊？你约会做什么呢？唱 K 啊，去购物啊。购物这一点，你是不是有一些有这个习惯，看到什么喜欢的就买啊？对，尤其是在网络上的 online shopping。不要做剁手党哦。如果你看到一件你喜欢的东西，你先给自己一些冷静期，可能就3天5天的时间，倒回去问自己：我真的是需要这多一件衣服、多一双鞋子、多一支口红吗？购物的话，1个月400块是太多喽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其实有另外一种看法，因为你每年都可能会有一些花红嘛，我们就以比较 conservative 的那个算法说 ，OK 啦，可能你每一年能够存大概5000的那个花红吧，就是拿了花红不要花，把那个花红存起来，对吗？所以你如果每一年能够存个5000，2年你已经能够存到10千。
在没有储蓄的我，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要开始储蓄，因为你？Start now。从现在开始，而且呢，不可以只是有时候出，有时候不出，你每个月就要 set aside， 比如说5到600块，网上的那个Internet banking 或者是mobile banking 的那种 app， 会有一些 tools 能够帮你每个月 set aside 一个certain amount， 你可以把钱存在里面。就是所谓的 forced saving。当你拿到你的花红的时候，不要因为觉得哎呀，我有2个月的薪水，我突然银行多了5000块，我可以多买一个名牌包包。我在网络上也有看到那个 emergency funds 的这个 term，其实 emergency fund 是什么来的？emergency fund 就是你每个月的开支你把它至少3到6个月的开支存起来做备用金。比如说你现在开销要2350，那你就得存至少3到6个月的2350，就是万一如果你失去你的工作，或者有一些 medical emergency， 你发生什么事情住院。失去你的薪水，那你至少有这个备用金在那里。那如果你把你的开销减低成1500块，你每个月可以存1000块，你3个月的开销也就只需要4500块，1个月就存1000块，你就只需要4个半月就能存到。所以开销跟存款的比例很重要，特别是你年轻人还没有存到你的备用金的时候，咬紧牙关多存一些钱。所以有什么项目，还是有什么 tips 能够让我 maximize 我的 savings 吗？第一就是我看了你的消费，我觉得你可以减少一些消费，然后可以提高你的储蓄。第二点，当你存够了备用金之后，你就要开始考虑如何去投资你储蓄下来的钱，这样我们才可以达到一个利滚利让钱生钱的一个效应。如果你只是放在银行的一个储蓄账户或者一个往来账户，比较安全，对吗？是比较安全，但是它没有给你任何利息。所以如果这笔钱你是不需要的话，或者你存的是房子首付的钱，你知道近1-2年你不需要它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放入个定存，定存可以给你比较高的利息，这银行这边，或者你也可以把它放入其他的现金管理账户。Singapore Savings Bond 这一类型的那个 alternative 都能够赚得到不错的那个回报。以某一些银行来说，他们又给一些比较好利率的那个户口，那个 interest 很高。不过呢，当然也就是有一些条件啦，就是你要跟这一些银行多做一些交易，比如说你的那个薪水就是要存进这个银行里面，它是需要你把你的那个 credit card 花在他们的 credit card， 然后每个月呢把一定的存款存在这个银行。如果你能够达到这些条件，其实就是有这一方面的产品能够帮助你赚更好的那个利息。对。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知识点。第一，以50-30-20法则规划财务。第二，设定储蓄目标，每月有纪律的储蓄薪水的一部分。第三，储蓄3至6个月开销的紧急资金，以备不时之需。